物四不烧，子孙代代富。老人去世后，哪4样东西不能烧？一物四不烧，人死如灯灭，人死了以后，爱恨情仇都一笔勾销，剩下来的东西也只能成为活着的人的念想。每当自己怀念亲人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除了留作纪念以外，还有些人会把死者生前最喜欢的东西烧掉。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沟通阴阳，烧掉的东西会去到死者的身边。但是现在的人基本不像之前那样封建迷信了，虽然还是会焚烧遗物，但大部分是为了给家里腾地方，进行收纳和整理。不过可不是什么东西都能烧个干净的，烧得不好，还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老人常说4种遗物不能烧，它们能给后人带来财富。这4种东西到底是什么？要是烧掉会怎么样？1. 为啥烧遗物？一个人想要长大，会经历很多事情，有很多代表长大的里程碑。其中最让人痛苦的就是告别去世的亲人，还要强忍悲痛为其料理后事。想办好葬礼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国人对于红事和白事是很讲究的，这不难理解。红事是人生4大喜之一，预示着自己的生命中正式进入了一位新的家人，此后要共同面对生活里的种种困难。重视白事是因为这是一个人生命的终结。每个人不论是贫穷还是富有，卑贱还是高贵，都得经历死亡。强如咱们敬爱的老祖宗秦始皇，也只能给自己建个无敌豪华的墓穴。什么长生不老，纯属是无稽之谈。为了让自己的亲人走得安心，活下来的人往往会给其准备一场讲究的葬礼。这样的做，也能让其他人能看到他们的孝心。葬礼结束以后，一个人的生命就正式成为了虚无。活着的人需要整理好心情，重新出发，继续生活。这个时候，如何处理死者留下的遗物就成了难题。有的人选择把它们直接烧掉，这有点像上坟、烧纸，希望烧掉的东西能够来到死者的身边，和死者一同埋葬。也有的人就是单纯觉得老人留下来的东西占地方，所以为了给自己家里腾出来点地方，把那些遗物烧了。有的人可能有疑问，为什么不把好好的东西捐给其他人使用呢？而是要选择焚烧这种方式。捐也好，赠也好，其实收到的人都不怎么想要。现在人们的日子变好了，即使是贫困山区的生活物质资料也是不错的，像是衣物什么的，每年都会有专门的慈善机构负责，基本是不缺的。而老人的生活都较为节俭，一件衣服穿好多年的情况比比皆是，甚至把衣服穿到脱线也是常有的。把这样的衣服捐赠给别人，人家是肯定不想要的，直接扔掉也不好处理，还不如一把火烧个干净。但是衣物之类的烧就烧了，有4样东西可千万别烧，它们可是能给子孙后代带来财富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和后人的财富扯上关系了？2. 日记和书籍。首先，老人去世后，最不能烧掉的东西就是他们生前留下的日记和书籍。为什么不能烧掉日记呢？这里面有什么门道？实际上，老人家的日记里往往记录了他们一生中较为重要的事件和经历。对于一些习惯于写日记的老人来说，他们日记里包罗万象，小到大米、白面多少钱一斤这样的日常琐事，大到国家政策给生活带来的改变，基本都能从他们的日记当中找到记录。在这样的记录中，中国的变化、老百姓们生活的转变和思想的进步都有迹可循。这些已经成为了遗物的日记本，不仅是子孙后代了解老人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的一种方式，还是那些专门负责研究民俗变化的专家需要的重要史料。要是将它们通通付之一炬，可是极其浪费的一种行为。在日记中往往还可能藏有一些逝者的秘密。要知道，有些父母就是不会表达自己对子女的感情，这可能也是东亚地区大部分父母的通病，以至于很多孩子都已经长到30、40岁了，还是认为父母不爱自己。但是在阅读父母留下来的日记的时候，一部分幸运的东亚小孩就能够从他们去世的父母的日记中，从父母的遣词造句中，感受到那一份父母对子女的爱。
这样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就可以获得一分释怀。所以逝者的日记于公来讲，能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史料；于私来讲，能成为已经长大的子女了解其父母的钥匙，还是挺重要的，不能将其白白烧掉。除了日记以外，逝者留下来的书籍也不能烧掉。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人类精神世界能够得到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养料。对于那些有一定文化基础的老人家来说，他们留下来的书籍大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并且很可能已经是绝版书了。在这些书里，可能会留存着逝者学习和成长的痕迹。尤其是有些人喜欢在书籍上进行批注，他们会把自己在阅读时的心得体会记录在书页边上的空白处，后人再去翻阅这些书籍的时候，就像是和逝者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样，就一段文字、一个故事的情节进行交流，让两颗不同时空的心在这样的精神交流下越来越近。所以即使现在电子阅读已经成为了大部分都市人习惯的一种阅读方式，但是纸质书籍阅读仍然不会被淘汰。阅读纸质书籍进行圈点批注，有时候是一种浪漫。除了可以看前人的批注，这些书籍本身也是非常具有价值的。为了杜绝浪费，二手交易网站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而这些绝版的书籍在那些二手书交易网上是很受欢迎的。在一次次交易中，这些旧书上的内容批注进行了一次次的传递，人们的思想和感受也会在传递的过程中交流成长。逝者留下的书籍往往是精神财富的载体，不能简单的被当成废品烧掉。3. 照片和床铺。如果说日记和书籍是有价值，是不能被轻易烧掉的，那么还有什么死去的人留下的东西也不能烧呢？那就是照片和床铺了。照片为什么不能烧？其实现代人烧照片、剪照片还挺常见的，比如一对小情侣热恋的时候，恨不得时时刻刻黏在一起，吃什么东西都得拍张照片，还会把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都用照片记录下来，做成一面照片墙。但要是一旦分手，这些记载了那段恩爱岁月的照片就成了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要是分开的体面，可能会打包好直接扔掉；要是分手的时候，俩人都觉得极其糟心，那非得把这些照片烧了泄愤不可。再比如两个之前挺要好的朋友绝交，很可能也会有删联系方式、烧照片的环节。所以烧个照片对于现在的人来说还是挺常见的一种行为，没什么特别的。年轻人可以肆无忌惮的烧照片，是因为这段回忆不再重要了，他们迟早会获新的重要的人创造新的回忆，留下新的照片。但是要是家中的老人家去世了，他们的照片最好还是不要烧。为什么这么说呢？老人家留下来的照片里很多都是黑白照片，记录的都是他们最好的年华，还有他们的家人朋友，这是非常宝贵的青春记忆，也是后人在回忆他们、怀念他们的时候能够拿出来的最好的影像资料。对于生者来说，逝者的离去已经足够让人心碎了，要是几年过去，在想念他们的时候连他们的样子都不记得，那无疑是对还活着的人的第二次打击。也有一种说法是，一个人真正的离去不在于肉体的消亡，而是在于所有认识他的人的离去。他在人们的记忆里彻底的消失的那一天，才是他真正死亡的那一天。而照片就是一个人存在过的最好的证明。在向新生儿介绍他们的爷爷奶奶、祖爷爷、祖奶奶的时候，可以拿出照片给小家伙们看一看，这也是孩子初接触新世界的途径之一。逝者的照片不能烧掉，照片能给人留个念想。那为什么床铺、被褥之类的东西也不能烧掉？难不成这些东西也能给后人带来财富？还真就是这样，床铺和被褥也可以成为逝者给活人留下来的财富。在一些地区的文化里，被子是带着福气的，烧掉被子就相当于烧掉福气，所以后人不会把去世老人的被褥烧掉。结语：一物四不烧，哪4样东西不能烧？总结一下就是照片、床铺、日记和书籍不能烧。这些东西上都或多或少的寄托着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怀念。
可以留下来个纪念，也可以成为家族新成员的精神财富。但是想要怎么处理逝者的遗物，不同的时代肯定有不同的变化，只要能表达对逝者的思念即可。比如为了卫生，老人家留下来的床铺或者被褥，还是尽量不要直接睡，可以消毒后再用。